陈星旭初识迪丽热巴竟是这种印象，合作后反差震惊全网。最近虎场大明星对陈星旭的采访可是让网友们吃了一波瓜，这瓜还是甜中带点沙雕的那种。陈星旭在采访里聊到和迪丽热巴合作萧起清壤，那叫一个真情实感，简直就是女神滤镜破碎又重建的大型真香现场。陈星旭说啊，在合作之前，他对迪丽热巴的印象就是漂亮女神，毕竟热巴的颜值在那摆着呢，谁看了不得喊一句人间富贵花。而且陈星旭还表示自己之前就看过热巴很多戏，妥妥的是人家的剧粉。可谁能想到合作之后，这印象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陈星旭发现热巴私下里完全不是那种高冷女神范儿，而是一个可爱的抽象派艺术家。戏里气场2.8米，拿着唐刀就能和的萧大战300回合的聂九罗，戏外居然会时不时来点抽象小举动。就像在你好星期六里和陈星旭一起答题，好几题都没答对，急得都说上贯口了。还有那句迪丽冷巴，直接把陈星旭整懵了。估计陈星旭当时心里在想，姐，你这脑回路我跟不上啊。更绝的是护花使者游戏，和老师说公主抱，热巴第一反应居然是去抱陈星旭，两人面面相觑，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还有小鸟依人，他直接演起了鸟，和老师都忍不住喊不要演鸟。这综艺感简直就是美貌与抽象并存的典范。热巴平时看到搞笑的东西还会跟大家分享，偶尔来点抽象小举动，但不会一直那样，属于间歇性发疯，持续性认真。说到认真，这姐在拍戏上那可是相当敬业。拍萧起清壤的时候，为了贴合风刀这个角色，提前半年就开始练冷兵器，90%的高难度打戏都是亲自上阵。有一次拍戏途中手被剪到了，简单包扎一下就继续拍，这敬业精神，难怪会被剧组称为女版叶问。陈星旭还 cue 到了林毅追星刘亦菲的事，说自己太知道了，还说他和王玉雯都是刘亦菲的迷弟迷妹。这娱乐圈的人际关系网，有时候就像个大型追星现场，明星们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偶像，会因为见到偶像而激动得像个孩子。陈星旭和迪丽热巴这波合作，简直就是双向奔赴。陈星旭看到了热巴的反差萌和敬业，热巴也让观众看到了她不一样的一面。这年头，能在娱乐圈看到这么真实的互动，比看那些剧本写好的桥段有意思多了。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真实又有趣的明星互动，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的日子过得更滋润。在流量与话题被过度消费的当下，一对演员是否拥有真正的 CP 感，早已不只是靠外形匹配或营销标签来定义。萧起清壤中迪丽热巴与陈星旭的合作，恰恰提供了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答案，那是一种建立在专业、性格反差与真实互动之上的化学反应。从外形与气质来看，两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牌组合。迪丽热巴自带强烈的视觉存在感，五官立体，气场外放，既能冷艳凌厉，也能松弛明媚。陈星旭则更偏内敛，轮廓沉稳，表演风格克制理性。这种一强一稳的组合，在镜头中形成了天然的张力，不是谁压谁，而是彼此牵制，互相成就。正是这种不对称，让画面始终处于流动状态，避免了甜腻或单调。真正让观众嗑到的是两人在戏内外展现出的高度反差与默契。戏里，聂九罗与男性角色之间的对峙、试探与并肩作战，充满力量感与信任感，情绪节制却暗流涌动。戏外，陈星旭在采访中坦言，对热巴的印象从女神到反差感极强的可爱同行者，这种认知转变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 CP 叙事，不是滤镜制造，而是相处之后的真实反馈。更重要的是，这对组合的好客并不建立在刻意营业之上。热巴在综艺中的松弛与抽象，陈星旭的自然接招与调侃，
让互动呈现出一种不设防的舒适感。这种状态既不会抢走作品本身的重心，也不会让 CP 感变成表演的一部分，反而让观众感受到演员作为同事的信任与欣赏。这在当下高度包装的娱乐环境中显得尤为难得。从专业角度看，陈星旭对热巴敬业度的认可，提前半年训练，9成动作戏亲自完成，受伤后坚持拍摄，也为这组 CP 注入了价值认同的底色。观众刻的不再只是情绪投射，而是两位演员在创作层面上的互相尊重。这种基于职业精神的共振，往往比单纯的甜更持久。可以说，热巴乘以陈星旭的 CP 感是一种去工业糖精化的存在，它不喧哗，不强推，却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说服。当两个成熟演员站在同一创作语境中，彼此信任，彼此成全，本身就是最有分量的化学反应。或许正因如此，这组 CP 才会让观众在笑过之后，依然愿意期待下一次同框，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再次见证专业与魅力交汇的瞬间。迪丽热巴你怎么奖励陈星旭？萧启清嚷引发热议。最近，迪丽热巴你怎么奖励陈星旭上了热搜，实则是热播剧《萧启清嚷》中聂九罗迪丽热巴是与严拓陈星旭是互动引发的全网玩梗狂欢。所谓奖励，本质是观众对剧中二人张力爆棚的打架式调情与戏外自然互动的极致调侃，更是剧方精心策划的营销钩子。聂九罗对严拓的奖励并非物质馈赠，而是刀光剑影中暗冲的荷尔蒙博弈。暴力调情，仓库对峙时刀背抵喉的试探，防空洞搏斗中扯开衣领查伤口的指尖，蕾丝睡裙与西装的贴身缠斗被调侃为不像打架像调情，每一次肢体碰撞都充满性张力。以打传情，聂九罗放话感动我的人，先问过我的刀的霸气守护，与严拓甘愿为他杀人埋尸的并肩作战，构建出我挥刀你地刃的硬核浪漫。观众直呼医保费燃烧式恋爱。黎热巴90%高危打戏亲身上阵，陈星旭减重15斤练就凌厉身形，让拳到肉的搏斗成为演技与默契的双重高光。片场陈星旭拍坐腿稳时，单手托住迪丽热巴23秒防止滑落，打戏间隙用道具蛇逗她大笑。综艺里他嗓音软成夹子音回应热巴动作，被调侃猛男变卡车。采访中二人互赞敬业，迪丽热巴五脉尖叫回应亲密戏回放，陈星旭直言合作舒服，专业碰撞成就搭档式奖励。这场全网玩梗的奖励狂欢，实则是剧作、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的娱乐盛宴。当刀锋擦过喉结的瞬间，奖励早已超越字面意义，成为暴力与柔情交织的当代情感隐喻。迪丽热巴也拍短剧了，还一人分饰2角，挑战水仙式演技。2025年12月15日深夜，随着导演吴晨诚一声卡，历时整整50天，跨越北京、福建两的3度因台风紧急调期的爱奇艺微尘剧场首部作品，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正式杀青。领衔主演迪丽热巴在监视器前同时摘下2枚角色信物，左手无名指象征精英作家的棱角戒指，右手腕系代表主妇岁月的褪色红绳。一抬眼，2种人生在他眸子里交错闪回。现场工作人员形容像看了一场魔术。剧集改编自日本作家山本文绪获直木奖的小说《蓝，另一种蓝》，讲述如果当初选了 B 面人生，会不会更幸福的永恒疑问。影视版把舞台搬到当代中国，北京、福建双城叙事，一边是光鲜却透支的精英作家蔚蓝 A， 一边是隐忍于家暴泥潭的主妇蔚蓝 B。 当平行时空裂缝开启，他们决定互换身份，体验那条未选择的路。全剧仅6集，每集45分钟，总时长270分钟，相当于一部加长版电影，却要完成2条完整人生曲线，一次身份互换，一场悬疑救赎。表演难度被业界称作水仙式演技，迪丽热巴一人分饰4角，精英 A、主妇 B， 互换后的 A in B 与 B in A。
为区分状态，他给每个角色写呼吸日记，精英呼吸短促有力，步距精准到55厘米。主副呼吸带颤动尾音，脚印拖达不规则。互换后还要把两种惯性打碎重组，向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剧组透露，热巴准备了2双一模一样的高跟鞋，但鞋跟高度相差3毫米，精英鞋跟8厘米，走路挺拔。互换后，假精英鞋跟5厘米，脚步略显笨拙，以此暗示灵魂错位。道具组还为他做了2本手账，精英 A 用钢笔，英文缩写；主副 B 用圆珠笔，简笔画，连墨水颜色都随剧情蓝、灰、黑渐变，对应心境崩塌。男主陈浩森饰演95后富二代程放，误把从福建逃到北京的主副 B 认成女神作家 A， 一段错位追求成为剧情发动机。友情出演严屹宽化身出版社主编贺涛，与精英 A 暧昧拉扯。特别出演叶童依剧，每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却忘了经营自己的日子点破主题。友情亮相的朱茵则饰演家暴受害者庇护所创办人，为2条平行线提供交汇点。老中青3代演员同框，让这部短剧瞬间拥有电影级厚重感。剧本把原著婚姻倦怠升级为当代女性生存图鉴，精英 A 面临35家创作瓶颈与品牌代言潜规则。主妇 B 被丈夫精神控制，经济封锁，连买1包卫生巾都要报备。互换后，精英 A 第一次知道超市打折鸡蛋要抢，主妇 B 却发现上流社会也有饭局灌酒与年龄羞辱。剧作采用双螺旋结构，第3集开始2人记忆出现混流，观众与角色一起迷失，到第5集双线合并，2个蔚蓝同时说出我就是你，完成叙事与情感的双重高潮。10月24日开机后，剧组先后遭遇台风山陀儿与银杏、北京香山红叶季封路、福建平潭海面大风，拍摄计划3度推倒重来。最惊险一次，海景木屋戏份开拍前2小时收到红色预警，导演组连夜把12车器材搬到备用棚景，用 LED 虚拟拍摄还原海浪，最终呈现效果以假乱真。热巴笑称我们在和天气抢蓝。双引号。杀青同时，官方释出30秒概念片，蓝调光影里，2个蔚蓝背对背站在天桥两端，地面与水映出彼此倒影，镜头旋转，倒影互换。字幕打出：如果人生可以 CTRL 加 Z， 你会按下撤销吗？弹幕瞬间刷屏 ，Already Crying 非灵感拉满短剧卷成这样，让长剧怎么活？据悉，剧集已完成初剪，进入后期调色与配乐阶段，预计2026年3月在爱奇艺微尘剧场独家上线。平台给其定位小而硬糊，体量小，情绪重，议题尖锐，目标是用电影级制作给短剧树立新标杆。从隐秘的角落到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观众对短剧的认知正在被一次次刷新。短不等于快，小不等于浅。当2个蔚蓝同时望向镜头，质问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屏幕外的我们，或许也该为那些未选择的自己做一次诚实回答。在影视表演领域，艺人分饰多角从来不是新鲜事，但真正困难的，从来不在于分，而在于不露痕迹的和。近年来，业内逐渐将一种更高难度的表演方式称为水仙式演技，演员既是叙事主体，又是对手角色，需要在同一文本中完成自我对视、自我对抗与自我瓦解。这种表演不是技巧堆叠，而是心理层面的高度自洽。在短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中，迪丽热巴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演技命题。所谓水仙式演技，并非简单的一人两角，而是要求演员在同一角色母体下拆解出多重人格层次，并让每一层都具备独立、完整且可被观众感知的生命力。迪丽热巴饰演的2个蔚蓝，表面上是2种人生选择，实则是同一女性在不同社会结构挤压下的心理分裂与投射。这种表演的核心，并不是像不像，而是信不信。
从已披露的幕后信息来看，迪丽热巴并未选择外放式的表演路径，而是从呼吸、步幅、肌肉紧张度等细节入手，构建人物差异。精英作家版的克制与锋利，家庭主妇版的迟疑与内缩，并非通过情绪爆发来区分，而是体现在长期被生活塑形后的身体记忆之中。这种处理方式恰恰是成熟演员才会选择的减法表演。更值得关注的是互换身份后的状态 A in B 与 B in A， 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心理惯性被强行打断后的失衡感。角色表面完成了身份切换，内在却始终慢半拍，这种错位感如果处理不好，极易流于概念化。但从目前物料来看，迪丽热巴选择用不适应本身作为表演重点，让观众看到灵魂进入陌生躯壳后的迟钝与抗拒，这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演技判断。将这一表现放入迪丽热巴的职业轨迹中观察，其意义尤为清晰。长期以来，她始终处于高人气、高曝光、高审视的舆论中心，外形优势既为她打开了市场，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她的表演探索。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并非体量宏大的长剧，却恰恰提供了一个去除流量包装、直面演技本身的试炼场。选择短剧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它意味着放弃安全区，接受更密集的叙事压力与更集中的表演审视。在当下行业语境中，这种选择本身已经构成了对演员价值的重新定义，不再以集数、话题量衡量，而以完成度与风险承担能力作为评判标准。从水仙式演技的角度看，迪丽热巴此次尝试并不是一次炫技，而是一种职业判断。她开始有意识地将人物复杂度置于角色讨喜度之前。这种转向往往是演员完成阶段性跃迁的重要信号。可以预见的是，这类作品未必会在第一时间制造爆款声量，但它所积累的是更为长效的行业信任。当观众开始讨论角色而非造型，当评价集中于表演逻辑而非流量数据，一个演员的坐标便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水仙式演技不仅是一次表演挑战，更是迪丽热巴主动参与自我更新的标志。她不再只是被选择的对象，而开始成为选择路径的主体。这种转变或许才是她近年来最值得被认真讨论的高光时刻。官媒高调官宣热巴喜讯，网友终于等到这天。朋友们，提到娱乐圈90后小花里的中流砥柱，你们会想到谁？有一个名字绝对无法忽略，迪丽热巴。她不仅是这群璀璨女星中唯一手握金鹰奖双料视后桂冠的佼佼者，更用一部又一部爆款剧牢牢占据了我们的视线。当许多同龄女演员为转型二字焦头烂额时，她已经勇敢地踏出了舒适区。最近一则来自官方媒体的重磅喜讯，更是为她证明，让她再度成为话题中心，用实力让所有质疑者闭嘴。说起迪丽热巴，美是第一印象。那位带着异域风情的姑娘，是无数人心中的颜值天花板。但美貌只是她最不值一提的优点，真正让她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是实打实的演技。凭借漂亮的李慧珍，年轻的她一举斩获金鹰视后，荣耀加身。然而，这份荣耀也伴随着巨大的风波，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她真的配得上吗？双引号。面对争议，她选择了最酷的方式回应，沉默，然后用作品说话。于是，我们看到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灵动痴情的白凤九，你是我的荣耀里耀眼又深情的乔晶晶。但真正的王炸是前不久的利剑玫瑰。在这部剧里，她彻底抛下了偶像包袱，饰演的女警官邓妍，审讯时一个前倾的身体姿态，一个放缓的语速，压迫感瞬间穿透屏幕。安抚受惊孩童时，那带着方言的温柔轻语，以及因全情投入而失控的哽咽，让观众的心也跟着揪紧。她素颜出镜，不怕展现皮肤瑕疵。拍绑架戏，
主动要求来真的。据说因为太过投入，他的膝盖满是淤青。正是这份较真，让这个复杂的人物活了过来，也彻底击碎了人们对他只是花瓶的刻板印象。观众的口碑逆转了，就连一向严谨的官方媒体也忍不住为他点赞。新华网曾公开赞扬他的演绎态度与实力，这无疑是对他演员身份的最高认可。从舞者到演员，他的每一步都算数。回望他的来时路，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功都有迹可循。9岁那年，被父亲骗去考艺术学院，还以为只是报了个兴趣班。凭借天赋与外形，他顺利入学，从此与舞蹈结缘，后来甚至成了新疆歌舞团的职业舞者。然而，内心的声音在呼唤另一种可能。大学时，他毅然决定转向表演，并成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深厚的舞蹈功底让他的肢体表达极具感染力，也为他的表演之路增添了独特优势。人红是非多，随着名气飙升，绯闻也增找上门。2019年，因拍戏与搭档的传闻甚嚣尘上。面对流言，他从澄清到最终拿起法律武器捍卫名誉，干净利落。自此之后，他更加心无旁骛，专注打磨事业。转型典范，影响力获国际认可。对于90花而言，转型是道必考题，而迪丽热巴交出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她成功实现了从古偶、现偶到正剧的华丽转身，用角色为自己证明。最近的喜讯更是重磅，她入选了2025年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青年女性榜单。这个榜单云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能与众多实力前辈并列，本身就是官方对其影响力与实力的双重认证。官媒高调发文祝贺，粉丝激动直呼实至名归。这一天，大家期待已久。更难得的是，他在荧幕之外同样担当。河南暴雨时捐款捐物，协调物资深入灾区，持续通过公益基金会回馈社会。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个优秀的演员也应有社会责任感。从新疆的舞蹈少女，到如今兼具流量与实力的国民演员，迪丽热巴走过的是一条用努力和作品铺就的荆棘之路。她用演技打破偏见，用担当赢得尊重。如今入选国际影响力榜单，是对她过去所有付出的响亮回音。前路漫漫，相信她定会继续闪耀，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未来，且看她继续乘风破浪。如果把近10年关于迪丽热巴的舆论放在同一条时间轴上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行业样本。她几乎走完了流量女演员所能经历的全部质疑路径，也完整完成了一次舆论意义上的逆转。回到早期，围绕她的负面评价高度集中且标签化，颜值大于实力靠流量拿奖金英视后名不副实偶像剧模板化表演。这些声音在漂亮的李慧珍获奖后达到顶峰，当年的评论区里资本捧杀水后等词汇频繁出现，许多文章并不讨论表演本身，而是先入为主地否定她作为演员的合法性。那是一种典型的娱乐舆论惯性，当一个女演员过早拥有顶级曝光，美貌与流量就会被视为原罪。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如今这篇由官媒背书系统梳理其职业轨迹的文章。他不再回避争议，却也不被争议牵着走，而是选择用时间加作品作为轮据，对过往质疑进行一次冷静而克制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评价维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年的批评文章大多停留在像不像好演员，符不符合期待，而这一次文章讨论的是他是否完成了类型突破，是否具备持续进阶的职业态度，是否在关键作品中建立了稳定可信的表演方法。以利剑玫瑰为例，文章没有使用空泛的赞美，而是通过具体细节拆解表演，审讯时的身体前倾、语速控制、情绪收放，安抚受害者时的方言轻声与失控哽咽。这种写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专业评价的回归。
如果说过去的黑稿更多来自情绪与偏见，那么今天的证明则建立在可验证的作品事实之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官媒态度的变化。早期，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多停留在流量层面，而如今，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直接肯定其演绎态度与专业能力，这在中国娱乐舆论体系中几乎等同于一次身份认证。这并不是简单的翻红，而是行业对其演员身份的重新确认。从被质疑是否配得上奖项，到如今被纳入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青年女性榜单，迪丽热巴完成的并非一次舆论反击，而是一条更难的路径。她没有与质疑对骂，而是用更复杂、更沉重、更不讨巧的角色，慢慢改变评价体系本身。当批评失去了立足点，赞美才显得不再廉价。或许，这正是这篇文章真正的分量所在。它不是在洗白迪丽热巴，而是在告诉观众，时间最终站在了认真对待表演的人这一边。热巴颜值封神，演技炸裂出圈，成功从来不靠运气。在当下娱乐圈中，颜值与流量往往是话题的开端，但要真正长期立足，演技与实力才是硬湖资本。迪丽热巴，这位来自新疆的女演员，用实际表现向观众证明了颜值可以吸引眼球，但真正让她出圈的是一份扎实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颜值是敲门砖，但绝非成功唯一钥匙。不得不承认，迪丽热巴的颜值在娱乐圈属于顶级水准，立体五官，明亮大眼，笑容灵动，既有东方美的精致感，又带着异域风情的独特气质。初次出现在荧屏上，她就轻易抓住了观众的眼球，这也是许多人最先注意到她的原因。然而，颜值只能让她被看见，却无法让角色深入人心。很多演员因为颜值出众而快速成名，却在角色塑造中显得空洞，难以形成真正的演技口碑。迪丽热巴深知这一点，她并未满足于漂亮就够的标签，而是用一部部作品不断证明自己的专业性。从克拉恋人到长歌行，她每一次角色选择都带有挑战性，或甜美俏皮，或深情坚毅，或冷峻果敢，展现出多面演技。演技出圈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谓演技出圈，并不是偶尔的爆发，而是长期积累的厚度。迪丽热巴的表演风格注重细节与情感表达的精准度，她能够用眼神、微表情甚至呼吸的节奏，把角色的情绪传递给观众。例如在《三生三世枕上书》中，她用细微的表情变化，刻画出角色从柔情到坚韧的心理转变，让观众在不言语的瞬间就能感受到人物的内心波动。更重要的是，他对角色的理解与代入极强，每一次演绎都像是在经历角色的成长历程，而不是简单的表演动作。这种专业态度源于他对表演的尊重与对自我的要求。他经常主动参与角色分析、剧情讨论，甚至在剧本中寻找可以增加角色层次的小细节，让人物更真实、更有温度。努力与机遇并行，成功绝非偶然。有人说，迪丽热巴的成功是运气好，但仔细观察她的职业轨迹就会发现，成功从来不是侥幸。她从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选作品慎重，每一次出镜都精益求精。无论是古装、现代还是玄幻剧，她都能迅速融入角色，甚至在高难度动作戏或复杂情感戏中展现不凡功底。此外，他的成功也离不开不断的学习与自我提升。舞蹈出身的他，肢体表达力极佳。他注重台词练习与情绪控制，力求让每一句台词都充满感染力。他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不甘于重复单一形象。这种自我突破精神，让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荧幕风格。颜值固然是迪丽热巴吸引眼球的第一步，但真正让她成为娱乐圈焦点的是扎实的演技、专业的态度和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从甜美可人到角色深情，从荧屏新人到实力派代表，她用每一部作品证明，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长期积累和用心打磨。
迪丽热巴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里，外貌或许是敲门砖，但只有真正的实力，才能让你在光鲜亮丽的世界里稳稳站住脚跟。颜值封神，演技出圈，这不仅是对她的褒奖，更是对努力与专业最好的诠释。在流量与话题高度密集的当下娱乐工业中，漂亮早已不再稀缺，出圈也并非难事，真正稀缺的是能够在长期审视中经得起专业拆解的演员。迪丽热巴近年来所经历的舆论转向，恰恰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回看早期评价体系，迪丽热巴常被简单归类为颜值型演员。这种标签在她出演《克拉恋人三生三世时》里桃花时期尤为明显，观众更多讨论的是外形辨识度与角色人气，而非表演结构本身。但随着其作品谱系不断拓展，这种单一认知正在被系统性瓦解。以利剑玫瑰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去滤镜化角色。邓妍这一人物并不依赖情节高光，而依靠职业细节建立可信度。迪丽热巴在审讯戏中刻意降低语速，通过身体前倾、目光压迫与停顿控制形成心理威慑。在安抚受害者的桥段里，她放弃情绪外放，而是选择压低声线，缩小动作幅度，用近乎收紧的表演完成情感传递。这种处理方式明显区别于以往流量演员惯用的情绪放大路径，更接近现实主义表演逻辑。再看萧启清壤中聂九罗的塑造，其难度并不在于动作戏本身，而在于刚与柔的并置。大量打戏由演员亲自完成并不稀奇，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在重伤戏中的面部控制。第9集中，角色在疗伤过程中几乎没有台词，却通过眼神游移、下颌轻微紧绷以及不规则呼吸节奏，将疼痛、克制与警惕层层叠加。这种以微表情承载情绪的方式，正是表演进阶的重要标志。更具研究意义的是，他在短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中呈现的水仙式演技。一人分饰多重状态，不仅考验区分度，更考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他通过呼吸频率、步幅长度、书写习惯等非语言系统区分角色人格。这种方法论已接近舞台表演中身体记忆建构的专业路径，而非单纯依赖妆造或台词提示。值得注意的是，迪丽热巴的进阶并非偶发，而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舞蹈出身赋予她高度可控的肢体表达能力，使其在镜头中具备稳定的身体叙事。同时，她对台词节奏的持续修正，也明显改善了早期被诟病的情绪浮于表面问题。这种可被追溯的成长轨迹，正是评价演员专业度的重要依据。因此，与其说他靠颜值成功，不如说他完成了从被观看对象到表演主体的身份转移。在当下女性演员普遍面临类型固化的环境中，迪丽热巴通过持续调整表演策略，逐步建立起可讨论、可分析的演员文本。这种从流量到方法论的转变，正是其职业价值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从学术角度而言，迪丽热巴已不再只是娱乐消费符号，而是一个值得纳入当代影视表演研究语境的案例型演员。她的价值不在于被喜欢，而在于站得住。红毯女王迪丽热巴终于破圈了。01，一口气刷完萧启清壤前4集，我直接被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抓住了。我算是迪丽热巴的颜值路人粉，是刷到电视剧剪辑片段才去看的萧启清壤，主要是被迪丽热巴这次的暗黑系风格惊艳到了，结果一看正片，完全停不下来，值得点赞。还好不是预告片刺客。剧中迪丽热巴的造型多变，前一秒还是温婉可人的普通游客，下一秒就化身战斗力爆棚的暗黑冷艳美人聂九罗。这真的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红毯王女吗？剧中的迪丽热巴化身为带着几分野心，伴随着神秘的聂九罗。不得不说，这个角色和她之前的形象反差巨大，却又意外的贴合热巴的气质。剧中迪丽热巴与陈星旭的打戏，
更是让我磕到两眼放光。迪丽热巴一袭真丝睡袍，陈星旭西装革履，主角都打得你死我活了，我们却在屏幕外两眼冒星星的表示暧昧太暧昧了。你去看了就能明白，这俩人打架看得屏幕外的我心惶惶的。要不说 CP 感是门玄学呢，迪丽热巴和陈星旭站一起自带 CP。 看完前4集的我想说，热巴不仅颜值抗打，也是有点子演技在身上的。一直被称为红毯女王她，这一次终于凭借实力破圈了。02，咱们回看一下迪丽热巴近几年的作品，你就能看到她作为演员的成长和突破。从《烈火如歌》中敢爱敢恨的烈如歌，到《1001夜》里乐观善良的007，从《三生三世枕上书》中可爱灵动的白凤九，到《你是我的荣耀》中优压知性的乔晶晶，从《利剑玫瑰》中的打拐办主任邓妍，再到如今萧启清壤中硬核十足的聂九罗，她的每一个角色都见证着她的蜕变。毫无疑问，迪丽热巴是美的，即使在美女云集的娱乐圈，她也是特殊的存在。异域风情的五官，高挑的身材，让她在红毯上总能成为焦点。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停留在外表的光环下，而是不断尝试打破固有形象，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正所谓，红毯是她的战场，但片场才是她的疆场。这些年，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愿被定义，不断突破自我的迪丽热巴。对演员来说，演技才是他们真正的底牌。迪丽热巴的演技虽然没有达到戏骨的层面，但在同龄女演员里也是排得上号的。从偶像派到实力派，这条路她走了10年。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她走的每一步路都算数。美貌确实是娱乐圈的是入场券，但实力才是永不过场的通行证。03，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不乏有凭借颜值一夜爆红的新星，但是就像过眼云烟，转头就消失在公众视野。迪丽热巴能够持续走红并不断突破，证明她是有实力的，还有对表演的敬畏和执着。从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身上，她已经能够证明自己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偶像剧还是正剧。10年磨一剑，她不再只是那个红毯上光彩照人的女明星，更是一名值得期待的优秀演员。迪丽热巴的破圈不是偶然，而是持之以恒努力的必然结果。在萧启清壤播出后，围绕迪丽热巴的讨论再度升温，伴随关注而来的是部分声音对她靠颜值缺乏演技深度的老调重弹。然而，若真正回到作品本身，这些质疑恰恰站不住脚，甚至暴露出对演员成长逻辑的刻板认知。首先，红毯女王等同于演技空洞，本身就是一种偷换概念。不可否认，迪丽热巴的外形条件在同代演员中极具辨识度，这让她更容易成为公众焦点。但正如文章所指出，颜值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演员能否留在镜头中的是角色完成度。在萧启清壤中，聂九罗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已经远超好看就够了的表层需求，冷静、危险、克制、野心并存，对表演的要求极高。热巴并未依赖外形取胜，而是通过眼神控制、肢体节奏与情绪收敛，构建出一个有压迫感、有故事感的人物核心。其次，关于她的演技是否配得上突破的质疑，也忽略了演员成长的连续性。文章回顾了她近10年的角色轨迹，从《烈火如歌》的情绪外放，到《你是我的荣耀》的内敛成熟，再到萧启清壤中偏冷硬的动作型角色，这条路径并非跳跃，而是逐层递进。演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验、选择与风险共同累积的结果。要求一位仍在上升期的演员一夜之间完成戏骨化，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评判标准。再者，有人将他与陈星旭的强烈 CP 感解读为营销大于实力，这一说法同样站不住脚。CP 感并非空降话题，而是建立在人物关系张力、表演配合与戏剧逻辑之上。
剧中大量高强度动作戏、近距离对峙场面，如果演员缺乏基本控制力，只会显得混乱甚至出戏。恰恰相反，观众之所以感受到暧昧张力，正是因为两人在表演中保持了精准的分寸感，这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体现，而非简单的噱头。更重要的是，将迪丽热巴的努力简化为运气好，本质上是对职业态度的忽视。文章中明确提到，她并未沉溺于既有标签，而是不断主动打破舒适区。从造型到类型，从偶像剧到更具风险的角色选择，这种路径对流量演员而言并不讨巧，却是对长期职业生命更负责任的选择。因此，与其反复质疑她是不是被高估，不如承认一个更客观的事实：迪丽热巴正处在从流量中心向演员本位稳步过渡的阶段。她未必完美，但她的进步清晰可见。她或许仍在路上，但已经用作品回应了最关键的问题。她并没有停留在红毯之上，而是真正走进了角色之中。在评价演员时，作品永远比标签更有说服力。而消起清壤，正是迪丽热巴对外界质疑的一次正面回应。迪丽热巴，未来可期。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